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蒜。今年的4月30日是南北越统一满50周年的日子，也就是解放南方统一日。这一天除了是越战结束的日子之外，尤其对于越南共产党而言，这一天也是越共解放南越、实现国家统一的里程碑。因此，这个节日对于越南近代史来说意义非凡。为了纪念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越南政府也将这一天定为国定假日，并将越南越首都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虽然南越已经统一满50年了，但毕竟越南南北在历史上也都各自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可想而知南北越的文化差异会有多巨大。这种差异除了体现在饮食、经济、生活习惯等层面之外，就连现今主要在越南通行越南语也有南北的差异之分，而且这个差异还不小。所以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就要来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好好探讨一下越南在南北腔调上究竟有哪些差别吧。越南在全球的使用人数已经达到约1亿多人，主要使用范围在越南。为什么我会想要强调1亿这个数字？这是因为越南现在已经成为了全东南亚第3个人口颇为的国家，前2个分别是印尼以及菲律宾，而越南也凭借着国内的人口优势，成为了跟上述的印尼、菲律宾一样的劳力输出国。越南语也随着这些海外移工的脚步被散布到其他国家。我今天寒假在餐厅打工时，身边也有3到4位越南同事，他们都是来台湾留学的外籍生。根据中华民国移民署截至2024年的统计，在台湾约有25万名越南籍人士持有有效居留证。这些越南籍人士不乏是来台湾工作留学的，但占比最高的依然是那些离乡背井远嫁而来的外配。所以在台湾的街道上，时常能够看到越南人的身影，也时常能够看到越南文招牌，以及许多由越南新住民所开设的越南料理店，而且味道都还不错。越南语归属于南亚语系当中，同样为南亚语系的语言还有高棉语。高棉语就是柬埔寨官方语言，毕竟柬埔寨的古称就叫做高棉，因此越南语跟高棉语在血缘上是亲戚关系。越南语会存在南北差异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南北两边所受到文化影响不同。北越由于靠近中国，因此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较深。现今越南也保有农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源自中国的节日。北越在历史上甚至还有几次成为中国所直接管辖地区，例如唐代的安南都护府。也是因为靠近中国的原因，在地缘政治的作用下，北越也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向南统一，而南越则是受到高棉文化的影响较深。严格来说，高棉文化其实也受到了来自印度文化的影响。应该说，整个东南亚大部分都受到印度文化的熏陶较深，包括泰国、缅甸、印尼等国。纵使华裔在东南亚的人数比印度裔还要庞大，中国文化似乎还是没有比印度文化那么具有穿透力。所以我们常从东南亚文化上发现被印度文化浸染过的痕迹。例如，大家去泰国旅游会祭拜的四面佛，就是源自于印度教的梵天。其实夹在南越跟北越中间的中越，该地区也有自成一格的越南语腔调，而且中越所受到文化影响来源为占婆。占婆文化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程度远比高棉文化还要高，但文化并不是让中越腔比南北越腔更令人困惑的原因。因为越南语跟高棉语好歹同属南亚语系，但是占语所归属的语系是跟台湾的原住民同属的南岛语系，导致很多词汇都是中越独有的。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可以想象受到占婆文化影响的中越腔跟其他越南语腔调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了。甚至连其他腔调的越南语母语者也都听不太懂中越腔到底在说什么，说是独立于越南语的一门语言一点都不为过。因此这部影片我会主要聚焦在越南与南北的腔调差异。南北越腔调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发音上，在文法上并无二致。北越腔以河内为代表，南越腔以胡志明市为代表，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经济中心。现代越南语标准腔调以越南首都河内所通行的北越腔为主。越南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总共有6个声调，分别是平声、旋声、问声、叠声、锐声、重声。妈、马、麻、马、麻、马。当然，南北越腔调的不同也反映在声调上。在南越腔当中，由于叠声听起来跟问声几乎一模一样的关系，因此叠声被并入到了问声里。换句话说，南越腔总共只有5个声调，比北越腔少一个是叠声。除此之外，南北越腔调差异也能从字母发音上反映出来。我们现今所看到的越南文几乎都是由拉丁字母写成的。越南语总共有29个字母，在这当中有南北读音上差别的字母或拼写的为 S、T、R、R、
D G I。前3个在南越腔当中都要卷舌，接下来的部分对于我的越南观众来说可能会有点难受。我自认我的越南语发音还不是到很标准，这可能也是许多越南人第一次听到台湾口音的越南语长怎样。我想反应大概就如同我们台湾人听到越南人讲普通话反应是一样的。所以等一下如果我有念错的地方，也欢迎在留言区指正。进入正题，北越腔 S 发 S 的音，但在南越腔则是发有卷舌的 sh。例如鲜奶的越南语在北越腔与南越腔分别为蛇、蛇，北越腔 T 发 G， 南越腔 T 发 Z。例如茶的越南语在北越腔与南越腔分别为 ZA、ZA， 而 D、G、I 在北越腔皆为 Z 的发音。例如蛇以及教育的北越腔越南语 ZAN、饶乳，但在南越腔当中 R 会念成 R，E、G、I 会念成 Y。人、咬乳，发音的不同让北越腔与南越腔在听觉上也带给人2种截然不同的感受。除了上述介绍的北越腔与南越腔的发音特色之外，北越腔受到了古汉语的入声影响，所以色音结尾会比南越腔明显。加上北越腔有6个声调，这让北越腔听起来比较刚硬，比较具有顿挫感。Một số cửa hàng vẫn đóng cửa, một số ít cửa hàng mở ra để bán hàng rồi lại đóng cửa trở lại. Khu nhà xưởng nhà ông Long, một trong những cơ sở kinh doanh thực phẩm lớn nhất của xã. 而南越腔受到了高棉语的影响，由于高棉语本身就没有清晰的色音结尾，这连带影响了南越腔的发音模式。加上南越腔只有5个声调，所以南越腔听起来比北越腔还要柔和。2 nhân viên WHO và 2 thành viên gia đình đã bị bắt giữ. 3 người sau đó đã được thả. Tuy nhiên, 1 nhân viên vẫn đang bị Israel giam giữ. Tổng giám đốc。那以上就是越南语在南北腔调上的差别。不过这种差异随着网络的流通，南北方的人已经可以慢慢理解彼此的腔调了。题外话，尽管越南是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国家，但是国内并没有网络防火长城。越南人可以浏览 Google、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等网站。大家之后在外面如果遇到3、5成群的越南人聚在一起聊天时，不妨可以仔细听听看他们讲的是北越腔还是南越腔。如果你都没办法分辨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他们很有可能讲的是中越腔。如果你是来自越南的观众，或是你是正在学习越南语的观众，你也可以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区分享你们对于越南语的看法，或者觉得越南语好不好学，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回馈。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我当然谢谢，拜拜。